今年 iPhone 没有附贴纸，我很想要贴纸。讲，看到没有 ？iPhone 16新登场，今天就是我们台湾的 iPhone 16新系列的开卖日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信义 A13的 Apple Store 门市，我现在就要直击大家，到底为什么那么早就要来排队，然后买的又是什么东西呢？这边有一道长长的排队人潮，然后你就是其中之一。请问你今天是几点来这边的？4点。这么早哦？听说你是不是去年也是站在这里第一个人？对，今天4点半。为什么要那么早就来这？就想早点拿到啦。哦。我去年比较早，去年3点半，今年应该不会那么多人了，因为去年3点半我也是等了很久，然后大概等到这个快6点才有人，所以说那个不用那么早来，没关系。昨天我复习一下他的影片，前面的人差不多。这一系列的人少就会验收。今年是几点来排队？6点10分，跟他差蛮多的。因为我们秉持着睡饱再来，他太早了。我想要充足的睡眠。应该7点20吧。就跟我抵达的时间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今天是要买什么产品16 Pro Max 这颜色跟容量嘞？金色256G。iPhone 16 Pro Max 256GB 的白色手表的话，原本预计要换啦，只是想说还是先看一下现场再决定。除了16 Plus Pro Max 都有3只加 Apple Watch 2只 iPhone 16 Pro 256黑色跟金色。它不是金色，它是沙漠色。iPhone 16的 Pro Max 沙漠色。你喜欢那个颜色？因为我觉得很美，像玫瑰金的感觉。这一次你是帮朋友买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的手机14，你没有想换？还没有。Super Pro Max。都是 Pro Max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大手机啊。所以你就是每一年只要出新，你就一定会换手机。基本上是。你们应该不是评测了吧？我不是评测啊，可是我是 I 人。看起来超1的好吗？对不起。今天买的产品是什么？iPhone 16 Pro Max。你上一代15 Pro Max。所以你每一代都会换？他逼迫我换的，他都不把我的钱当钱。你是 I 人还是 E 人？我是 I 人。骗人！买的是沙漠钛金属。是 iPhone 16 Pro。16 Pro 没有 Max。沙漠。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颜色 ？iPhone 就是要每年都要用它这个特殊色，每年换了。色是什么？我都买黑色，苹果产品我全部都买黑色。可是你不会就是想要买那个沙漠色才？还好，因为我觉得黑白才是最耐看，就是最经典。我喜欢经典的颜色。白色才是苹果最耐看的。请你不要干扰我们的访问。上一代的产品是什么？我是 iPhone 15 Pro， 它是 iPhone 13 Pro。哦，那你隔代蛮久了耶。哦，你们这次会想要换的主要原因是他要换，还有我另外一个朋友，那他因为去溯溪，然后把手机掉在溪里面，所以有 One Piece 可以去捡，在鹿皮溪上面。那你上一代的产品是什么？是 iPhone 15 Pro Max。所以你是每一年都换？对，狂热的。没错。在跟他讨论的过程中，比方说他最期待哪一个功能，或者是你自己这一次有稍微了解 iPhone 16，你很期待哪一个功能之类的？它的那个照相功能，因为它这次照相功能有多出那个按键的部分，然后是可以滑动的，就是蛮特别的。因为女生比较爱拍照，所以在那个功能使用上面的话，应该会有帮助。那你最期待就是 iPhone Pro Max 的哪一个功能？除了那个 Apple AI， 虽然说明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放，它终于有内建一些，比如像 Google 有的那个什么橡皮擦之类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生成工具之外，然后散热这块吧，因为这像我今年夏天出去玩的时候，那个太阳一晒，我手机超烫。真的哦？对啊。自己不期待 Apple Intelligence？它现在可以用，我可能就蛮期待，可是因为要等明年，所以先把现有问题先解决掉再说。散热吧，对啊，去年的 Pro 很烫性能很 Pro， 散热很不 Pro。如果更稳定的话是好。那如果 Apple Intelligence 呢？你现在会期待它？我很期待等到拿到新的16 Pro 之后，我应该会先把它更新到18.1，去试试看。对啊，那种本地化，还在等它那个 Siri 的更新，那才是重点中的重点。我比较期待录音的功能，可以代替目前的这个麦的话，那我觉得是不错的选择。DJI 的麦目前2代也要1万多块，那如果我用这个可以解决掉的话，那我就可以省下那个钱。最在意的其实也是散热，在大太阳底下拍照的时候，我拍不到大概10分钟嘛，它其实就开始热，然后呢，它荧幕就开始降频。那你还没有什么？比方说相机控制键。我当下在看的时候，好像有一点急了，就是我宁愿用荧幕直接去调。我们的衣服背面很好看，要不要拍一下？
本来去年就要换了啊，因为后来觉得去年那个没有什么感觉，今年有感觉吗？就多了那个拍照的那个。为什么？蛮常拍照的，因为要拍小孩。那你们今年进去有可能还会再买一些其他的产品呢？应该买有线的耳机吧，蛮不错，有推荐。有在期待 Apple Intelligence， 就是它的 AI 的这件事情。有，应该还是换地区去做使用测试看看。侧面的那个控制的按钮，是它丝滑的体验吗？对，就觉得好像滑很顺的感觉，而且平常按就比较困难一点，看按它会不会比较好拍照。如果接下来有一年就是 iPhone Pro 系列，它的颜色你都不喜欢，你还是会继续换？对，还是不会有不喜欢这件事？不会有不喜欢。没有贴纸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会有心理上的影响。因为想说以前送2张，后来变1张，然后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也是有点寂寞啊。听说其实可以跟店员要那张贴纸，你会想要去跟店员要吗？好像可以要1张哎。我手上呢，这个就是热腾腾的沙漠色钛金属。我觉得大家网络上已经看到很多就是有实际的照片。我今天本人看到它的时候，跟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其实差不多。背面看起来是真的还蛮像之前的一些金色，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个侧边，这个侧边的颜色真的就有沙漠色比较深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女生会喜欢的颜色，比方说像是李柚之类的。重点呢，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多了这一颗相机控制按键？那这一颗按键呢，我们刚刚采访的时候，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特别没有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它在这边其实蛮不突兀的，轻轻的按一下之后，我就开了。然后你要控制的时候，其实我刚刚没有按很大力，然后它就可以控制很多东西，感觉是还蛮丝滑的像我常常就是流手汗湿湿的，其实都还是可以蛮容易控制。我手上呢，这个就是 iPhone 16 Plus 跟 iPhone 16，在网络上面看到颜色其实都非常的浓郁嘛。可是我今天实机看到它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也不知道是这个CES 3里面是灯光美气氛佳还是怎样，就是这个颜色你不觉得看起来蛮有质感的吗？尤其是这一支就是有点蓝紫的颜色。但是呢，粉红色呢比较偏少女心的话，会觉得上一代粉红色是比较可爱了，可是这一代就是真的比较浓郁。我觉得看个人，我是 OK 哦。石头布，为什么这个尺度很高哎？我要直接讲的。对啊。那个今年 iPhone 没有附贴纸，你可以送1张贴纸吗？我很想要贴纸。好啊，我可以去拿1张给你。真的吗？谢谢，衷心感谢，谢谢。所以是可以要贴纸的哦。哎，你要不要也来1张？只要有购买的人就可以来。哦，如果没有购买，只是来逛的人，那就没有。好，谢谢。访问了很多一大早来排队的消费者，然后他们的上一支手机其实都是 iPhone 15 Pro， 他们都会有苦不堪言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太烫。那苹果其实这次在散热方面做了蛮大的提升，而且这次采用的是台积电第2代的3奈米制程的处理器嘛。当然啦，现在手机才刚刚摆出来，是没有这个就是太烫的问题。你看，比方说像现在相机一直开着，跟长时间开着这件事情是还好，就是没有发生在目前现知我们在门市可以摸到的 iPhone 16新系列手机上面。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哦，大家可以去实际体验一下。比方说你来门市的时候来打个游戏，或者把相机一直开着，你可能就可以上回感受一下，说这点有没有改善。我是觉得没有过热啊，目前。这个都是 Apple Watch 10， 那这个是 Apple Watch Ultra 2。这次2次的外观，其实在它的表冠上面就是都有更新，酷酷的黑色。刚刚有访问了一些可能年年都来的人，他们说今年呢排队的人潮或者是整个门市的状况，其实人潮稍微是有少了2-3成。对于想要买的人有一个好处是，你到时候来的时候不会人挤人，然后排队不用排得太久。请问一下，你今天买了什么产品？iPhone Pro Max。那你今天花了多少钱？5万块左右吧。分期还是付现？付现，刷卡一次付掉。哦，你一次付掉这样？对对对。128G 的16 Pro，金色。
那你今天花了多少钱？应该是36900吧，不含换购的话，刷卡一次付掉。一次付掉。我们这一支是 Pro Max， 然后我自己订的是沙色的那个 Pro。总 total 花了多少钱？他刷卡的，我买512的。哦，你买512，为什么你会买？因为我要生 baby 了，我觉得我应该会拍更多照片。恭喜你！那你就是拿到新产品感受如何？没有特别感受，就因为刚好旧手机坏掉，就换手机这样。拿到新产品感受怎么样？就不错啊，上一支是 10S， 手机已经快不行了。你今年没有想要买 iPhone 16吗？反正一次用个6年就买好一点吧。看一下，本来去年就想换了，但是就有看到那个过热问题，就想说还是再等1年看看好了。那颜色为什么会选这个？其实我上一支也是金色，10S 刚好也是金色。好复古哦！现在看到突然觉得好复古哦。那你这次有没有什么最期待的新功能？你就回家，等下立马第一个一定就弄这个东西。今年感觉功能还好，好像差不多。那多了一个按钮嘛，但刚刚在楼下实际体验好像不顺手了。对，可能还要习惯，可能需要时间适应。对。你买的什么颜色的？金色的。你要不要就是对镜头秀一下？耶！那你一回去之后，你最想要就是马上用的是什么东西？可能会试一下那个相机按钮吧，这个是新的功能，看它到底实不实用。这种就双都要在这个时候换手机。我们其实每一年都在换手机。苹果的 AI 你们有在期待吗？他说其实还好。这一次 iPhone 16系列呢，其实多了很多内建的滤镜。你看它现在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模式，有一些其实颜色蛮日系的，而这次你看现在是标准的模式下，我觉得其实人的人像肤色看起来已经跟之前比起来好看很多了。它不仅是可以调滤镜的强度，它还可以看色调、颜色、调色盘，很多细部的参数都可以去调整。网络上已经有些人在讨论说，之后感觉很多人会就是去分享自己的数值，然后跟你说，你觉得这样调能拍出超好看的照片。这一次啊，其实 iPhone 16 Pro 系列它在超广角镜头上面做了蛮大的提升，画质已经提升到4800万画素，而且是支援超广角微距拍摄。刚刚有问，其实你超广角微距拍摄的时候，它是不会出现那个微距拍摄的小 logo 的，但是你拍的时候，我们刚刚实际去跟iPhone 15 Pro Max 比较，确实我的那个远近度啊，镜可以再拍到更微距，然后出现出来的成像，其实你把它拉大看是细节更多更清晰。这一次录影啊，有一个很大的更新，就是 Pro 系列可以拍4K 120 FPS 的影片了。iPhone 15 Pro Max 的时候呢，最多只能拍到30 FPS， 而且啊，这次可以拍完之后，我直接在后置编辑成慢动作的影片，怎么样？看起来很下趴吧？这一次我觉得算是中规中矩，但是呢，两个系列就是数字系列跟 Pro 系列，其实都有这个相机控制按钮嘛，那也是蛮多人都期待的功能。我觉得呢，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用相机的那种体验，比方说按这个就可以就是追焦啊、对焦啊这些，现在还没有办法到这样子做。但是你可以去门市实际体验看看，它是一个蛮新颖的。那至于颜色的部分呢，一定要去门市实际看看。个人觉得 iPhone 16我今天看到实机之后，这个颜色是 OK 啦，因为毕竟门市里面灯光美、气氛佳，也没有浓郁到不能接受。最重要的是呢 ，Apple Intelligence 呢，大家这一次好像在台湾没有人把它放成最大的重点，因为毕竟它没有更新，那就等到明年再看状况咯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开卖日，你心动了吗？